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岁月催。黄图霸业谈笑中，不胜人生一场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年通鉴。优秀的小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？任我行、东方不败、杨莲亭这三个人物有没有历史原型？为什么金庸塑造的这三个人物如此成功？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？事实上，所有优秀的小说都是根据历史编撰出来的，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加离奇曲折。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东方不败背后的真实历史原型。先请大家动动小手，按赞、订阅、保存、开启小铃铛。后羿占据了太康的首都之后，本想自己登基为天子，但是身边的贤臣不断劝诫，天子者天命也，责任非常重大，不是可以随便贪图的。没有天下诸侯的支持，根本不可能做天子。劝诫他归还太康的嫔妃，迎接太康回归首都，自己做宰相依旧不失荣华富贵。后羿于是派遣贤臣舒龙去迎接太康。此时太康已被身边的近臣挟持，逃到了陕西韩城。舒龙一路追到韩城，将太康的嫔妃归还。太康非常高兴，重赏了舒龙，但是在近臣的阻挠之下，并没有返回蜀都。舒龙返回后禀告后羿说，夏朝的天命仍在，西方诸侯对待太康都非常恭敬，千万不要幻想篡位登基。太康后来又搬迁到营下，一直没有返回都城。后羿常年执政，天天思量如何才能成为天子，只是没有什么好办法。突然听说太康死了，又激起了心中的念头。身边4连臣连忙劝诫说，仲康王子贤明，诸侯人尽皆知，现在诸侯们都打算推举仲康继位天子，只是仲康还在为太康守丧，各地诸侯还没有开始行动。主公何不先人一步，立即前去迎接仲康回归首都？有了拥立之功，前面所做之事都可以一笔勾销。若不拥立仲康继位，其他诸侯也必定会这么做。到时候仲康率领天下诸侯一起发兵讨伐主公，我们只怕死无葬身之地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请主公明鉴。后羿于是派出使者前往太康迎接仲康。仲康听到使者说武庙如故，九鼎未移，后羿真心恳请仲康回国继位，于是转身询问左右近臣和诸侯都劝仲康前去继位。于是在商国、贾国等诸侯的护送下回归夏都。后羿毕恭毕敬，亲自临河迎接。仲康到达首都后，先是自谦德行不足，难当大任。诸侯们再三恳请，走完这些流程方才继位。继位后，先是大会距离首都较近的诸侯，然后任命后羿为宰相，商国诸侯子昭明为大司徒，贾国诸侯太连为太宗伯，合称三公佐证。子昭明和太连拥立有功，深得仲康信任。仲康又提拔了许多自己的心腹之臣，慢慢的，后羿的宰相职权渐渐被架空。后羿此时悔不当初，心中对自己的4贤臣怨恨无比。此时诸侯西河出事了。西河的祖上是尧帝时期的历官西河，以其祖之官职为士，居住在安邑，首都在泽，主要负责观察和汇报天象变化。太康失国之后，诸侯西河就不再去首都汇报天象变化，这本是诸侯西河的本职工作。但是首都没有天子，西河不去汇报也情有可原。只是仲康继位以后，西河以为仲康只是傀儡，也没有去向仲康汇报天象的变化。仲康心急夏朝的天象如何，于是派遣使者去请西河。西河神色傲慢，拒不答应，几次3番，惹得仲康不快。于是派遣使者发布告命，谴责西河，要求他立即前往首都，向仲康汇报天象变化。此时西河恰好酒醉，迷迷瞪瞪，醉骂天使不停。天使回报仲康，仲康气急败坏，但考虑自己刚刚登基，武力孱弱，只好忍了。仲康3年秋9月，朔日有日食，举国上下都在担心这次天象的变化，急需西河汇报和讲解。但是西河再次拒不汇报，拒不讲解。仲康派遣重臣土师亲自前去召唤西河，西河依然拒绝如故。结果这次惹恼了天下诸侯，众臣诸侯纷纷向仲康请命，要求讨伐西河。
西河听到仲康要派兵讨伐自己，这才慌了神，立即派出使者前去联络后羿。恰好后羿被仲康及其他大臣架空，每日闲坐家里非常烦闷，忽然见到西河派遣使者来，心中猛喜，详细询问使者来意。使者送上重礼说，愿求太宰大人稍稍做些手段，延缓仲康发兵，或者大人为内应，我家主公联络诸侯杀进蜀都，推崇大人为天子，大人手下的6部兵马一起行动最好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后羿听了心中大喜，所求之事全部应承下来。使者回去，西河知道了也无比开心，于是立即联系北狄、东夷，准备先占冀州，再灭夏朝。不料夏王仲康早就得到了尹侯的支持，打探清楚了西河的计划，立即集结军队，打算趁西河准备为主，先发制人。后羿知道后，连忙劝阻太康说，何必天子亲征，诚愿领偏师前往，为君王征讨西河。可惜仲康登基之前已在仕途经历多年，手段高明，后羿百般阻拦也都无用。后羿见到不能阻拦，于是立即召集自己的部下，打算和西河里应外合，发动政变。后羿部下4贤臣又来苦劝后羿，后羿怒极说，当年若不是听了你们的话，我现在早就是天子了。于是后羿便把4贤臣贬谪，打发回有穷国任职，免得留在自己眼前心烦。尹侯奉命征讨西河，一路兵贵神速，数日间就到达了西河的首都泽城。西河全无准备，一战便打破城门，生擒西河。西河被擒后，北狄方才赶到，尹侯派出3面战车迎战。北狄此时还用着古制石制兵器，更遑论有战车，因此被尹侯碾压一般，杀得抱头鼠窜，四散而逃。北狄被击溃后，东夷方才赶到，尹侯再次以一击劳，凭借军事科技的断代碾压，将无车无甲的东夷大军杀得死伤过半，逃入山林。尹侯重兵追击，杀死了东夷3位酋长，俘虏了其他东夷贵族，一番责难后，将其放回东方去了。尹侯班师后，天子仲康命太连营老于东郊，给出征的将士封赐土地，封赏爵位后，在太庙举办献俘大典，斩杀一部分用来祭祀，阅读一部分视为处纠之能。首都上下欢天喜地，唯有后羿心中忐忑不安，生怕仲康知道自己参与此事，想要辞去宰相之位，回归封地。但是仲康又担心后羿归国之后不好控制，所以好言辞色，硬是挽留后羿继续做宰相。后羿担心俘虏中有人供出自己和西河的联系，于是请命去审讯俘虏，找到曾经和自己联系过的3名西河使者，假意要救他们脱罪。使者们都只当后羿真心要救他们，不料被后羿用毒酒全部毒杀。后羿又向仲康请命，要将俘虏全部杀了，用作祭祀。仲康不愿意浪费这些奴隶，于是后羿建议全部发配到南部开荒。仲康也觉得不错，就把剩下的俘虏全部发配南荒。这下再无人知道后羿所做之事，后羿也才放心下来。此后在仲康的领导下，夏朝渐渐复兴，后羿也绝了篡位的念头。可惜仲康13年，仲康突然去世了。仲康去世后，后羿和尹侯拥立仲康之子四相登基为天子。四相刚刚登基，东夷听说仲康死了，便想要报仇雪恨，因此聚集9万大军一路向西杀来，沿途诸侯无力抵挡，军情万分紧急。后羿本想亲自领兵征讨东夷，但是尹侯劝道，天子年幼，宰相的1国之众，百官之总，岂能亲理蜀都？再者，我为大司马，总领兵马，征讨不成，是我分内之事，岂能劳烦相公？于是尹侯派遣自己的部下司马启穆，率领3路大军前去征讨。东夷虽然人多势众，但是夏军武器铠甲均是青铜，相比东夷的石制骨制兵器，完全一路碾杀过去。司马启穆连追带赶，抓获了3000多东夷俘虏，东夷其余没死的都逃散了。尹侯再次征战得胜，全是一日重于一日。眼看尹侯在朝廷中就要将后羿再次架空，第2年尹侯突然去世了。后羿立即将尹侯之子赶回封地，不许其子继承尹侯的大司马之位，又把仲康提拔的一大批老臣全部赶回各自封地。自此朝廷大权西归后羿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后羿自己都没想到，只觉得天命在我，浑身燥热，兴奋异常。此时后羿心中又有了篡位登基的念头，后羿究竟会怎么做，如何才能登上天子之位，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一话。好了，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感到学到了知识，请动动小手关注、点赞、保存。我们下期再会。